Hello， 镜头前的小伙伴们，在这期视频开始前，我要来一个灵魂拷问：你们每天工作几个小时？我们今天要去看的这个家，屋主是一位成都姑娘麦雅西，她每一天工作不超过4个小时。我自己来过成都很多次，因为我很喜欢这座城市，整个都是非常悠闲的气质。在街上也可以看到大家在喝茶、采耳、打麻将，真的好巴适。但麦雅西觉得城市的生活还是太热闹了，于是他搬到了郊区，他可以1个月都不出门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一起走进他家，看看他躺平的日常生活。Hello， 终于到了，我们开了1个小时车。这是我家的饭厅，那个是客厅。天哪，你的绿植种得好高啊！怎么能有这么高的绿植啊？有的是专门找的，然后有的是自己养大的。最高的大概有4米多，接近5米的样子。你这个客厅挑高有多高呀？6米多一点点。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通风好，就是你空间大，那也便于它的一个生长。当时搬来之前就想着客厅一定要放几个自己喜欢的绿植，这些绿植其实有时候也会再调整，比如说它长得不怎么样了，就会把它换掉。我粗粗的数了一下，我感觉你这里面应该有20-30种植，这个客厅大概有50-60种的样子。哦，这个客厅就有对，然后一共大概100多种，就我家里，对，这是我自己的一小块，我别的地方还收藏有更多的。有多少？大概接近上千种吧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，就这盆我是非常喜欢的，这个叫9品兰。因为一般我们见到都是小小的，这盆是我自己养了很久的，养了5-6年。你当时选这个房是因为它位置还是？因为我家本来就这儿的人，还有当时想的这房子比较方正，然后这一点就觉得可以了。反正看照片的时候，这2个挑高的大窗还是让人很羡慕的，感觉有空间感。就走进来，我有时候就觉得还是不错的，采光特别的好。这幅画我也特别喜欢，就是它的色彩，对，它就感觉跟我的整个绿植，我自己觉得就融成一体的。它其实这个是我就是一个杂志上看到一个大卫霍克尼，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涂鸦作品，他在 iPad 上随便画的，然后我觉得很喜欢，我就找人把它给放大。我觉得这个客厅是比较能代表我现在的一个状态，我想要就是比较舒适，然后比较让人放松的一个空间。我平时大部分就是躺平，我猫一般我躺平了之后它就会过来，然后我一般就刷手机或者看小说。我们从进来到现在已经这么久了，这个猫咪动都没有动过，就是完全不管我们世界。不过沙发你看有很多猫抓的，这个因为还有一只猫猫，那个猫猫就比较怕生。有时候怎么讲呢？就是宠物它，如果你养它，它已经是家庭的一员，所以说就完全放任它了。还有一个小花园，然后我们可以去外面看看。很像到了一个热带的院子。因为我当时设计这个院子的时候呢，就想的是一定要最简单的一个养护。这个好好看啊！对，这是南美洲买来的，它算是一种沙漠植物，就是它零下30度到零上40度都很 OK。就是这么多植物里面，当然上面还有，最贵的是哪个？就算是它了吧？就是它了。对，因为它这个我当时种的时候土都给它用的是最好的。卧室好舒服啊，感觉你被植物包围了。因为卧室也是自己待的比较久的时间，所以说就想的就是把它尽量的满足舒适感这种。这里还有一个门是为他们留的吗？对，他们的进出的猫洞。哎，这个好好啊，因为我养小狗嘛，然后小福就整天在门口抓，我经常要去帮他开门，所以他们可以自己推开来。对。我
现在带你去书房，然后也是我平时待的比较久的一个空间。就是每一个房间的颜色都不一样哎，就这个空间要浓一点儿。对，你做红色是为了让你工作的时候亢奋一点吗？也是设计师的一个建议，然后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哎，我说红色也行，好像工作这样子没那么容易打瞌睡。后来发现太容易兴奋了，如果待太久的话，你晚上真的会睡不着。你每天在这里工作多久？大概3-4个小时吧，会在这里待。每天只工作3-4个小时，差不多。如果赤裸裸的工作，我确实可能4个小时都不会投入。跟植物打交道，我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，但它不是直接的工作。那这些植物是你因为工作关系养在这里的呢，还是？对，我本来就喜欢，而且我当时设计的时候，我就想要有一个都是窗户，都是百叶窗，然后我想的是要在窗台摆一些植物。有的人养植物有一点黄叶，他就会很紧张，其实很正常的呀。那植物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啊。而且每一个植物就算同样的环境，它也不能长一样的，你就差不多就行了。看到这个沙发也有非常重的躺的痕迹，今天已经躺过了。我就是早上起来洗把脸，梳理一下工作，然后躺一会儿吃个饭，吃个饭再躺一会儿，然后躺完了之后又该吃饭了，下午就要工作一会儿。一般我要到下午了才开始进入一些工作状态。真的，你这个空间肯定是做自由职业的人都特别羡慕的。就是我一走进来就是大大的落地书架，然后一个大桌子、大电脑，几面墙都是通透的，还有那么多绿色的植物，一个特别舒服的沙发。我感觉我如果在这里工作，我可能不舍得只工作4个小时。所以说，你明显的工作狂。我以前最早是做互联网，然后后来是做的广告，广告做的比较久，然后现在就跟以前就相差很大，是完全2种生活方式。做广告行业，你就是服务行业嘛，就甲方有任何问题你就随叫随到。然后我决定创业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过，就是工作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当时就想过，就是工作一定要我喜欢的行业。说实在，我比较幸运，我大概创业1-2个月就上正轨了。第1个月的时候比较迷茫，然后第2个月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可能就是选对的行业，或者是刚好这个东西本来是自己喜欢的吧。因为最早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忙的阶段，后来就很快的调整了，就觉得我可以选择躲起来。如果你当时就进入一个这个状态呢？一进入就是很忙的状态，我绝对会逃避，因为这绝对不是我要的生活。就再多的钱，我也会真的是拒绝的。我是这样子想的，我决定创业，因为我身体原因不适合上班，就太疲劳我就受不了。我当时就是推理的，就是我举个例子，我要赚多少钱，赚这个多少钱的基础上呢，我打算工作多少个小时，超出我就不干了。你辞职以后，然后创业，然后创业失败了，你会再回去工作吗？我那时候就是26岁都不到，因为我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要想，不能成这样子，是只能说我就大不了去上班喽，就无所谓嘛。就你一般的小公司也好，小创业者也好，你能赚得了你看见那部分钱就可以了。比如说别人焦虑他的，你可以在家扣缴，完全可以的。我这个躺平只是不想这么忙，我对我的事业和我的生活还是很有追求的。我去年开始就疯了迷的，就是做珠宝，也就是去励志大学学一些东西。其实是不是有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像去学珠宝这种，去研究植物，你并不会把它归为这是你的工作？对，我如果突然去想做一个东西，我就不会太考虑最后的结果，我一般就是先做了再说。我还是有很多规划的，还是有很多东西想要去实现。其实你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比较舒缓的节奏里，不是说我真的就要躺平在那，是，然后让生活来捶我吧。觉得就很多人为什么老是说要躺平，但他们做不到，真的有那么难吗？对，你只要学会放弃一些，你就不懒啊。有的人这样子讲说，他只是抱怨一下，发泄一下，他可能只是抒发一下情绪。那在现在这个阶段，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有想过吗？
我第一反应就是家是生活，我的生活说实在比较单调，也很简单。我每次出门，我就恨不得我想马上回家，然后回到家我觉得哇，终于回家了，就这种